哈喽，大家好，我老牛啊，依旧是私信被爆破的一天。看来大伙儿是真的很期待这款初代60周年真骨雕呢。那么话不多说，3连给上700多，买了一盒现货，我们直接开始。这款一个非常大的卖点就是它这个丰富的内容物了，真的是非常多，非常恐怖啊，一口气玩到爽。不过过一会儿我们再来讲配件。我们先来看到这款初代60周年真骨雕的本体吧。OK， 那么这边一眼看过去，各位感觉怎么样呢？想必眼尖的观众们已经看出来了，这款的头雕它有点不太对。我们拿出初版的真骨雕，大伙儿可以发现这个60周年版本和初版它的脑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款60周年的脑袋是不是新规的呢？目前真的是众说纷纭啊，有的人说是新规的，有的人说不是新规的，有的人觉得这个头雕只是调了一下颜色，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老牛这边凑近给大伙儿看一下，这颗眼睛大概率是万代微调过的。如果刚刚那个角度没看清楚的话，这个角度应该看清楚了吧？60周年版本呢，相较于初版来说，它这个就没有那么圆，那么饱满。我们换到另一边，这边就更加明显了。60周年版本观感上会更加扁一些。但是为什么我说的是大概率，我没有把话说死呢？大家应该能发现，它这个60周年版本，它的眼睛以及胸灯都是一个比较偏暗的发色表现，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发色表现导致它看起来没有那么饱满。我们是被视错觉给骗了，其实万代它根本就没有新规。然后初版真骨雕它在肩膀处是有一个拉伸结构的，这回的60周年版本它就没有，把这一处给阉割了。这一处它对蝴蝶结内收的可动性它是有一定影响的。然后这款60周年版本除去以上的地方呢，剩下的地方就能和初版同模换色，就同模换色了，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肩膀这一处它要莫名其妙阉割一个蝴蝶结呢？答案就是它又追加了一个极光脑袋以及极光胸部的玩法。这个胸部中心是把它掏空了，为了能让它透光，所以阉割了里面的这个拉伸结构，大概率就是这样。好吧，那么给大伙儿看一下这个万代重点宣传的这个极光效果究竟怎么样吧。该怎么说呢？不能说是惊为天人吧，至少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你只有把它离灯凑得特别近，等你把玩具都拍得过爆的时候，它才有一点点发光的效果。所以万代的这些极光脑袋使用场景还是太局限了。我想说就是，如果你白给我一个，我还是挺开心的。但你如果正儿八经把这玩意儿当一个很重要的配件，那还是算了吧。当然，这个60周年初代最大的卖点还是它那琳琅满目的配件。我们把初版有的这些4派修姆光线啊、8分光轮简单带一下。重点看到这一堆全新的配件啊，首先是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名字非常直白啊，就叫奥特攻击光线，直接把它嵌套在手臂上就完成安装了。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奥特水流了，灭火用的小技能这一块啊。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万能的，其实就比如说空中迪迦，它里面不是只附属了兰帕尔特光弹嘛，没有附属冷冻射线，这玩意儿拿去给空中迪迦真骨雕当个冷冻射线也没问题。然后这一对应该就是奥特念力的特效键了，装上去效果是这样的，平时还是很少见这种造型的特效键的，我觉得还挺有新鲜感的。然后这个其实一开始我还看不太出来，看了说明书才知道，原来是把杰顿捆起来的那个小技能，把它套在杰顿上面，然后里面有2个卡扣，给它扣上就行了。你别说这个配件，不管是还原度还是设计都挺有意思的。然后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切割光线，装上去效果差不多是这样。这个技能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他和美菲拉斯在空中对波的那一次了。然后这款他还给了这么一个替换脑袋，这个替换脑袋呢2个眼睛是中空的，可以把这个特效键给它插进去，这个技能就相当于是开透了啊，它能看到隐身的敌人。然后还给了这么一对替换用的特效键，这个就相当于是眼部发射出去的光线了。这2种光线效果差不多，但是万代都给附属了，这点还是挺好的，并且造型也都是新规的，没有同模具沿用。就这个眼睛因为是透明键的原因嘛，插多了以后可能会导致一些白痕的情况出现，要是很介意的话，这点还是要注意的。然后配件还没讲完，里面有一个奥特空中捕捉的特效键，这个技能曾经硬控了一只雷德王，我印象还挺深的。不过想到他给了这么多配件，甚至给了有替换头雕，为什么不给一个闭脸的替换头雕呢？就有的东西一定要单出一款产品是吗？然后里面还给了这么一个奥特屏障，如果你记忆力很好的话，应该记得 SHF 1.0 的初代也是给的有奥特屏障的。其实我觉得真骨雕这回奥特屏障上面的图案是没有1.0那么生动的，稍微会显得有些简陋了。除此之外，里面还给了一个非常大的60周年地台，可以搭配初代把玩。这回给的地台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非常的简洁大气。然后里面还给了一个微托号，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呀，上面科特队的标志都有相当细致的刻画。那么这款60周年版本的初代呢，目前看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现在价格真的好贵啊，一盒它能买2盒初版的初代了。如果往下降一降的话，还是可以买来玩一玩的。那么看完了不要忘了1键3连帮我回口血啊，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